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陨落心炎的再次暴动，使得范老逃过萧炎的追杀。苏谦大长老这边赶忙再次组织结阵。韩风看着手忙脚乱的众长老，反而不着急进攻了。他清楚地知道迦南学院底蕴不菲，那些隐士强者能够容忍异火被夺，但却不能容忍内院长老死伤大半。因此，等异火与众长老斗得两败俱伤之时，才是抢夺异火的最好时机。没过多久，封印真的被陨落心炎撞得彻底裂开。然而挣脱束缚的陨落心炎做的第一件事却是紧盯着韩风与萧炎，眼中是极为人性化的贪婪。猎人与猎物的位置瞬间调换，陨落心炎最先锁定的是韩风。看着暴冲过来的异火，身处韩风阵营的范老转身就逃了，气得韩风破口大骂，而其他人也有些动摇。韩风没有办法，只得许诺诸位助我一力，若是如今能够收服这异火，诸位来时提的丹药条件我双倍给予。现在听我指挥，一起攻击他，只要将其能量耗尽，剩下的便交给我来。风水轮流转，这下看好戏的轮到苏谦大长老了。萧炎也在心里幸灾乐祸道：打吧打吧，最好都打得半死，渔翁得利什么的我最喜欢了。然而没过多久，萧炎就乐极生悲了。被寒风释放出的天寒气彻底激怒的陨落心炎，一尾巴将寒风抽飞出去，砸在地上后，并没有乘胜追击，而是转而攻向了萧炎。好在紧要关头，被追得狼狈逃窜的萧炎在药老的帮助下，终于找到并重创了巨型火蟒的本源。萧炎的这次攻击使得真正的陨落心炎现形了，而现出形后的陨落心炎会有一段时间的衰弱期，这是得到他的最好机会。韩风先出手了，他让金银二老缠住苏谦大长老，自己飞身去抢夺异火。然而他并没有萧炎快，只是在萧炎快靠近陨落心炎的时候，一团星火突然出现，韩风也趁机偷袭，这导致萧炎不得不退。但是萧炎也不是吃素的，处理好突然冒出来的星火，他也给韩风搞了一记偷袭。两人僵持了一会儿后，韩风突然一笑，冲着后者拱了拱手道：这位小兄弟，想必你也是炼药师吧？那么你应该知道，一人体内只能存在一种异火，若是再容纳第二种的话，异火便是会相互排斥，届时可是有着爆体危险。所以现在这个陨落心炎对小兄弟来说可没有多大作用啊。若是你肯卖我一个人情，我可以用6品丹药药方与你交换，如何？听到韩风的话，萧炎也笑了，道：既然你也知道炼药师不能共存2种异火，那你何不将这个机会让给我？知道来软的不行。韩风淡漠的道：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将你的异火也收下了。冷笑了一声，萧炎道：正好我也对你的异火有兴趣，谁收谁的，现在可还说不清。狂妄的小子，我在大陆闻名时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喝奶呢。我倒是要看看是你的青莲地心火厉害，还是我这海心焰更胜一筹。说完，韩风双掌猛然朝前一推，毫无保留地使出了自己真正的杀招。萧炎也没再怕的，用青莲地心火凝聚了一朵青色的莲花，就朝着韩风轰了过去。青蓝色的火浪散去后，两人都狼狈不堪，同样的衣服破裂，披头散发，呼吸急促。唯一不同的是韩风震惊的神情。是的，通过刚才的对轰，他发现萧炎修炼的是完整版的分诀，他梦寐以求的东西药老没死。脸庞上杀意涌动，韩风猛然抬头，声音嘶哑的道：老不死的，我不管你究竟是死是活，今天我都会让你们两人彻底的闭上嘴。萧炎面无表情，淡淡的道：就怕你没那本事。韩风森然一笑，嫉妒又怨恨地说道：当年他如果能将焚诀传给我，我依然会对他礼敬有加，不过谁怪那老不死的眼睛不好呢？我的天赋他还不了解吗？韩风的情绪十分激动，他一直认为当年如果药老肯将焚诀传给他，那么如今定然又将会是另一个场面。面对疯狗一样的韩风，萧炎没有再跟他说话的欲望，反手就召唤出了古灵冷火，开始与青莲地心火融合。古灵冷火，那个老不死的竟然把这都给你了，凭什么？老不死的，我知道你在他体内，不过如今我会让你再无任何逃生的机会。疯魔的寒风将深蓝火焰凝固成一把犹如实质的深蓝色3叉戟，紧握着足有2丈多宽的火焰3叉戟。寒风目光阴冷地望着那努力控制着2种异火的萧炎。小师弟，师兄会让你和老师一起永埋此地的。寒风的话音刚落，萧炎的大型佛怒火莲也融合好了，青白色的火莲在萧炎手上缓缓旋转着，手掌抬起，萧炎冲着远处一脸凝重的寒风咧嘴一笑：师兄，今天便让师弟我来清理门户吧。眼神一寒，寒风声音嘶哑的道：毛头小子，口气倒是不小，这么多年我寒风什么场面没见过，和那个老不死的一起去死吧，海燕姬。
天空之上，火莲与庞大的三叉戟撞到了一起，引起了片刻的空间凝滞后，一圈夹杂着3种异火的能量风暴直接炸裂。在众人躲避风暴赶忙逃窜的时候，没有人注意到那团本源陨落心炎正在偷吃残留的异火。而这边师兄与师弟的较量也出了结果，寒风昏迷，血肉模糊，从空中坠落时，若不是被金银二老救下，恐怕还会脑浆迸裂。而萧炎仅仅是气息不稳，脸色有些苍白而已。就在众人震惊于萧炎的实力竟然这么强的时候，猥琐发育的陨落心炎突然暴起，吸收了由佛怒火莲爆发而产生的青白蘑菇云。感受到陨落心炎越来越狂暴的能量，黑角域众强者果断逃走，将烂摊子丢给了迦南学院。苏谦命令所有学员离开内院，躲进深山，随后立即准备结阵。站在阵心，苏谦冲着萧炎大喊：“快离开！”萧炎也想，可是他已经被陨落心炎再次锁定了。萧炎这边生死时速时，一位长老却在催促苏谦立刻结阵。苏谦一直等着萧炎先冲出来。然而就在萧炎距离阵型边缘不足10米处时，还是被追上了。这猎人与猎物的位置果然被调换了，只是最后依然没杀了那寒风。老师，对不住了。这次也连累您了。在心中发出最后一道苦涩的喃喃自语后，萧炎就陷入了昏迷，眼睁睁看着萧炎被吞噬，自己却无能为力。苏谦大长老怒了，不惜拼尽全身功力将陨落心炎彻底封印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感谢您的耐心观看。你的点赞订阅是我前进的动力。